都说女人在变质的婚姻里，总能变成福尔摩斯，我也不例外。在结婚第6年，我发现我的先生出轨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他藏得很好，因为是医生的关系，他总能将一些细枝末节抹得干干净净，简直毫无破绽。可我还是发现他出轨了，理由是他在我生日那天送了我一套护肤品。闲聊的时候听同事说，这个品牌挺好用的，我前几天看到你的护肤品都已经快用完了，就给你买套新的。隔着浴室玻璃门，他的声音被哗啦啦的水声冲得似有似无。谢谢老公，我说着，欢天喜地地打开精致的外包装，顺手拿出了一罐面霜，喜滋滋地打开，清冽的味道悠悠扑来，同我平常那些含有大量香精的护肤品都不太一样。只是我几乎下意识就发现了这个香味的端倪。这阵子来，齐正的衬衫上总是出现这个味道，淡淡的青草味，不是香水，更不像女士的护肤品。之前的我还以为是他办公室的空气清新剂，还暗暗感叹味道很好闻。可此刻，我望着手中的这罐面霜，陷入了沉思，脑海中闪过一个想法：齐正他出轨了，但这个想法又被我极快否定。他不可能出轨，我们结婚6年，朝夕相伴，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的为人。他温柔有涵养，结婚6年，我们一直如胶似漆，连架都没吵过，就连第一次牵手、第一次接吻的纪念日，他都记得。而被亲朋好友称为好男人的他，我实在是无法将出轨2字与他联系。可人一旦起了疑心，就会变得异常敏感，这个疑心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最后爆炸。齐正洗完澡已经是10点了，我刚好躺下，他老样子抱着我入睡，身上淡淡的沐浴露味道十分好闻。最近手术不多吗？我在他怀里抬起头，盯着他的下巴问。他似乎累极了，眼皮都没睁，瓮声瓮气地答：多，每天忙的饭都顾不上吃，那你还有功夫闲聊？我想也不想就问出口，他这才睁开眼，狐疑地看向我。什么？还没等我开口，他立刻反应过来，你说护肤品啊？就是偶然听同事提起的，也不算闲聊。话音刚落，他迅速转了话锋，怎么了？你不喜欢那个吗？那我再重新给你买个，好不好？他总能这样，把话说得滴水不漏，同他做手术一样，没有破绽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都觉得是我误会他了。你送的我都喜欢，我只是随口问问而已。你紧张什么？难不成你心里有鬼？那一瞬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搂在腰上的手臂倏然收紧，即便他面上云淡风轻，可身体的第一反应骗不了人。哪儿紧张了？我看你是在家闷坏了，我得罚你了。他说着，垂头狠狠堵住了我的嘴。这种侵略性的吻我从来都招架不住，每次都会面红耳赤地躲在他怀里骂他流氓。可此刻，我居然觉得有点恶心。明明我还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他出轨，可我的直觉却在心底疯狂叫嚣。齐正他出轨无疑。酣畅淋漓后，齐正睡得十分熟，轻微的鼾声回荡在卧室里，我却如何都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近些年来我们之间的种种过往。我和齐正算是家族联姻，我们2家世代从商，从小就定下了娃娃亲。只是后来齐家企业突生变故，宣布了破产，我爸妈便想着解除联姻，毕竟那时的齐正已经配不上我了。可我偏偏是个颜控，又恋爱脑上头，在看到齐正的第一眼就放了狠话：我非他不嫁。
齐正当时并不喜欢我，还和我说他以后都不会有出息的，他这辈子只能当个碌碌无为的医生，给不了我富贵生活。我那时幼稚得很，不仅不知难而退，反而迎难而上。追了他半年后，一次机缘巧合下，醉酒的我们滚了一次床单，事情彻底朝不受控制的地方发展了。齐正为人正直，必然会对我负责，所以我们就这样结婚了。婚后也并没有什么不愉快，反而我被齐正宠得很好，捧在手心怕碎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他也很听我的话，就因为我的一句暂时不想要孩子，他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做保护措施，为此我常常感激涕零。我们几乎成了朋友眼里的模范夫妻，不少人都羡慕我活在了蜜罐里。可现在，当出轨的想法在我心里冒出了一个尖儿时，那些甜蜜过往一瞬间都烟消云散，此刻只剩下了谎言、欺骗和恶心。恐怖的疑心在我心底翻来覆去，搅得我呼吸都不顺畅。终于，我拿起了他的手机。从前我是不屑，甚至对于这种查手机的行为十分鄙夷。可现在，我还是做了这件事。我翻了一切可疑的软件，什么都没有，全是和他工作息息相关的事。我开始怀疑自己小题大做了，只是一套护肤品而已，就怀疑同床共枕了6年的丈夫。直到我点开了相册，他不爱自拍。相册里除了患者的数据，就是零零碎碎给我拍的照片，而其中一张截图堆在混乱的照片里面，显得十分扎眼。我颤抖的手指点开图片，是一张某平台的手链下单截图，时间是上个月的情人节，交易金额6998。那一秒，我几乎能感觉到胸腔猛烈炸开，心口漏风般的疼，因为上个月的情人节，他送我的是一款新出的 LV 包。到了凌晨，我才昏昏欲睡过去，一觉睡到了下午，梳洗好已经4点半，离齐正下班还有1个半小时。我开始不疾不徐地化妆、挑选衣服。医院隔壁是一家咖啡店，当初我追他的时候，就在这家咖啡店蹲点等他下班。6年过去，这家店的生意依旧很好。我算着时间，点了一杯卡布奇诺，开始慢悠悠地等待齐正下班。齐正的生活就是2点一线，医院、家，而他作为医生，自然是忙得脚不沾地，3过家门而不入的情况也是有的，根本没机会接触除同事以外的女人。而郑琪也无意间说了，那套护肤品是听同事提起，所以我100%确定那个同事就是齐正的出轨对象。6点27分，齐正终于出现了，同时走在他身侧的还有一个娇小的女孩。齐正很高，有185，那个女孩勉强到他肩膀，确实看起来她比我更让人能够产生保护欲。此刻他们正在我的目光里眉开眼笑，谈笑风生。我很少看到齐正这么开心，毕竟在我的印象里，他一直是优雅绅士的那种男人，不会像今天这样暴露太多情绪。我隔着玻璃窗静静看着，这个位置绝佳，视野开阔，我刚好能看到那个女孩的脸，虽然距离很远，可我还是依稀能辨别出那张脸绝对在我之上的。不可否认的是，齐正的眼光确实很好。来的路上，我预想了100种捉奸的场景，立誓要让齐正和那个女个人身败名裂。可当他们真的按照我设想的样子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反而没了气急败坏，倒是平静地看着齐正给那个女人开副驾驶的车门，看着他得意洋洋地霸占我专属的位置。喝完最后一口咖啡，我掏出手机，
在那个女人吻向齐正脸颊的那一刻，我按下了快门。回到家的时候，齐正正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。我一进门，他的声音就从厨房里传出来：“老婆，我做了你爱吃的可乐鸡翅，快洗手吃饭。”平时的我一定会尖叫着冲进厨房，然后送上香吻，附带一句“老公真棒”之类的话。而今天，我只是沉默着垂头换拖鞋。齐正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样，从厨房里探出半个身子，看向玄关处的我。怎么了？我抬头看了一眼他，容颜俊朗，眉眼之间尽是成熟男人的魅力，脸颊依旧干净白皙，只是我总觉得那里有个恶心恐怖的口红印。没事，去公司处理了点事情，有点累。他关心的话张口就来，我无心应付，几句回答就搪塞了过去。不知道齐正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，还是单纯的心虚。今天的他变得格外讨好我，又是夹菜，又是倒水，恨不得把我当个断手断脚的巨婴来照顾。这么殷勤，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？我调笑开口，看着正在为我洗脚的齐正，说实话，这次他装的实在是不像，我能感觉到他整个人都僵硬了。你最近怎么疑神疑鬼的？对老婆好怎么就是殷勤了？他没抬头，但是明显有些心不在焉了。他顿了一下，抬起头看我，你怎么了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多么真诚的模样啊！曾几何时，我败在了他无辜又诚恳的眼神下。齐正，我很少叫他的名字，他被我吓到，似乎猜到了我要说什么，此刻正一脸不安地看着我，安静等待着我的判决。我弯起唇角笑，爱不爱我？这个问题我经常问，或者女生的通病就是这样，会问一些莫名其妙且略显做作的问题。齐正不可察觉地松了一口气，紧绷的肩背缓缓垮了下去。再问1000遍，答案也是一样的。我当然爱你。他挺起腰，将唇凑到我的脸颊边，蜻蜓点水般的落下。曾经，这句话能让我心动无数次，可现在我只剩下了心寒，眼泪瞬间蓄满眼眶，不甘、痛恨、崩溃，各种情绪交织，让我坚强了一整天的身体，却在这一刻崩溃瓦解。而齐正只会是以为我像从前那样被感动哭了。自那天后，齐正收敛了很多，他几乎是一下班就直奔家里。他开始变着花样给我制造惊喜，花、蛋糕、项链，就连夜间活动，我都能感觉到他十分讨好我，百般费力地让我尽兴。尽管那样的他会很累，我以为他幡然醒悟，要彻底改邪归正的时候，他一把将我拉回了冰冷又血腥的现实。老婆，明天我要出差，国外有场关于心脏搭桥的研讨会。他累极了，此刻将头埋入我的颈窝，微喘道。那一刻，我猛然清醒，原来这几天的浓情蜜意，就是为了今天做铺垫。我本来还恋爱脑地想着，只要他真的和过去划清界限，那我可以容忍他之前的错误。毕竟我喜欢了他那么久，他曾经对我的好也历历在目，我贪婪他的全部。此刻让我说放手就放手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可现在，我好像突然一下子就看开了。既然他不知悔改，那我也不用一次又一次的给他机会了。去几天，他吻我的唇瓣，却被我有意无意般的躲开了。那个吻落在了我的脸颊，他并没有起疑。1周吧，你在家乖乖等我，回来给你带礼物，怎么样？我觉得好笑。当初因为太爱他，所以我的资金流水一大部分都在他的卡上。他用我的钱哄我也罢了，一想到他居然用我的钱去养着那个不知廉耻的小三，我就觉得令人作呕，身体火热，我的心却凉得可怕。最后我一句话也没说，
只是轻轻点了点头，一夜无眠。齐正的航班在第二天早上9点，他一大早就走了。走之前还叮嘱我在家好好休息，等他回来。我看着虚情假意的他，只觉得像在看小丑表演一样。门被砸上的一瞬间，我掏出手机订了一张飞机票。齐正很听话，事事都跟我报备，就连住的哪个酒店都和我说。我也会从相册挑选几张照片发给他，告诉他我每天都在做什么。他很傻，每次都信了。可齐正也不会知道，我已经住在了他房间的隔壁，离他只有1墙之隔。陪我一起来的还有我的闺蜜周莹，她家族企业远在我家之上，可她偏偏是个不务正业、沉迷追星的可怕粉丝。齐正那家伙真的会出轨？不可能吧？周莹正在卸妆，嘴却一刻不停。我啃着手里的炸鸡，含糊道：“我倒是希望不可能，可我已经有证据了。”我说着，打开手机相册，扔给了周莹，里面赫然是那张小三亲吻我老公的照片，清晰的几乎能看到齐正左脸颊的痣。他真的做这种事？你为什么还不离婚？周莹尖叫着，气得嘴巴都在发抖。我拿回手机，又欣赏了一遍那张甜蜜照片，淡淡开门。离婚？那就太便宜他了吧。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，一边舍不得齐正，一边又对他做出背叛我的事而恨之入骨。我也发疯般的想过，干脆就把事情打碎了咽下去，装一辈子傻。反正我有钱，齐正不敢离开我，毕竟凭他1万出头的月薪，也养不起小三。可我又不甘心，我自小开始想要什么没有，天上的星星我都能花钱买来，现在居然沦落到和别人共侍一夫，还被当成冤大头。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进了小三的口袋，我不想只有我是受害者，我得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，身败名裂的那种。吃完最后一口炸鸡，齐正发了微信：“老婆，好想你，等我回家一定要抱一抱你。”我冷笑一声，看向周莹：“咱们走吧，他现在应该和那个小三在一起。”齐正这个人很奇怪，每次都会在心怀愧疚的时候，企图做些事，或者说些话来弥补自己的过错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才会有十足的把握，他现在和小三在一起。我和周莹包装严实的出了门，其实我们哪里也没去，只是围着酒店乱绕。果不其然，10分钟后，一对粘在一起的情侣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。即使是漆黑的夜里，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齐正。我们同床共枕了6年，他身体的每个地方我都一寸一寸地摸过，他的身形，他的骨相，没人比我更加清楚了。我压低帽檐，掐了周莹的胳膊，周莹立马反应过来，掏出手机开始自拍。我配合着周莹自拍，可一双眼却死死地盯在远处那一对身影上。一步一步，我们越来越近，我的心跳开始不受控制地乱跳，呼吸都急促了起来。阿正，谢谢你陪我来旅游，我真的好开心。那个小三整个人几乎都挂在齐正身上，嗲着声音开口，几乎把我的骨头都叫酥了。这个声音躺在齐正身下的话，一定会更加销魂吧。我这样想着，开心就好，等宝宝生下，我再陪你去三亚。这句话，齐正刚好在越过我的那一刻脱口而出。那个瞬间，我感觉有一栋楼在我心底轰然倒塌，整个世界都仿佛空白了一样，我的大脑立刻死机，久久都没回过神来。他有了齐正的孩子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房间里的。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屋内已经被我砸得一片狼藉。周莹站在一旁看我，眼里的怜悯快要把我淹死。
别哭了，为了那种人不值得。我蹲在地上，抬手摸了一把脸，一手的冰凉，眼泪混在被玻璃划伤的伤口处，是细密又钻心的疼。想起刚结婚那阵，我问过齐正喜不喜欢孩子，他眼里冒光，重重的点头说喜欢，可以的话，他想要生个女儿。我当时想也没想就回答，生孩子太疼了，我怕。齐正就再没提过这件事，之后的每次他也都做保护措施。我感动得不行，问他不是喜欢孩子吗？他说要不要孩子不重要，我的想法永远排在第一。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温柔的让我潸然泪下。再后来，我越来越爱他，也看到周围的朋友都生了宝宝，说不羡慕是假的。我会想，如果生下一个小齐正，那种感觉应该是多么奇妙啊！哪怕疼点、辛苦点，我也甘愿。我几次暗示他，我们可以要个孩子了，可齐正每次都转移话题。那时我还天真的以为他只是为我着想，到现在我才恍然大悟，他是喜欢孩子，但他不喜欢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孩子。原来这么多年，只有我像个傻子，活在齐正为我精心打造的骗局里。我再也忍不住，放声大哭起来，哭到最后，我的眼泪都快要流干了。周莹及时递给我一碗粥，我吃得狼吞虎咽，却还是不忘抬头问他一句：录到了吗？周莹点头，直接翻出了视频，按了播放。开心就好，等宝宝生下，我再陪你去三亚。这句话回荡在安静的酒店，像是一把匕首，一刀又一刀凌迟我已经麻木的心脏。可真浪漫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俩是恩爱夫妻呢。我说着，吞下最后一口粥。周莹关了手机，看向我，后面你想要怎么办？我擦干净脸，站起身，重重呼出一口气。我要让齐正身败名裂。周莹，你帮我。回国后，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周莹发来的照片，不愧是追星族，设备都是最顶端的，拍照角度都要选最佳，照片十分清晰。齐正也很上镜，他温柔缱绻地看着小三，真叫我羡慕。毕竟他从没用那样的眼神看过我。他带小三各处游玩，去听音乐会，去看电影，甚至一起拍了写真，这些他都没和我做过。他曾经说过他忙，我那时还心疼他来着。我默默保存照片，再将相册单独上了锁。1周后的清晨，齐正回国了，他微信没和我报备，是周莹告诉我的。夜里，我窝在沙发里看着周莹新发来的微信报备，齐正一下飞机就带小三去了医院。照片里小三还没显怀，应该是刚发现不久。从医院出来后，他们又去了小三的家，一直待到傍晚，齐正才恋恋不舍地从他家里出来。宝，你猜这个小三叫什么名字？周莹最新的一条微信猛然吊起了我的胃口。谁？我回复，对方正在输入中。我屏住呼吸，聚精会神地等着。蓦然，客厅的门被人推开，齐正的声音响起：我回来啦。我下意识关掉手机，回头看向门口的他，他似乎很开心，弯腰换鞋的时候，嘴角都挂着笑。回来了，怎么没和我说一声？我只好去机场接你。我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？想我了吗？他说着，大步流星地走过来，弯腰就要抱我。我下意识伸手挡住了他压下来的胸膛，不留痕迹地解释：我没洗澡，他有洁癖。这句话百试百灵。齐正坐下身，从西装口袋掏出一个小盒子，当着我的面打开。礼物。他取下钻戒，套在我的无名指上。我垂眸打量，3克拉的，看成色，绝对不止20万。他花起我的钱，是真舍得啊！谢谢老公。
我很喜欢。我扬起脸，在他唇角落下一个吻，胃里如同翻江倒海。齐正睡下后，我才重新打开手机，记录里是周莹50分钟前发的微信，她叫许薇。我的记忆瞬间混乱，大脑死机，只觉得这个名字熟悉又陌生，可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。6年前的记忆如走马灯般在我脑海里快速闪过。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那年的我叫嚣着质问齐正，他一脸不耐烦地看着我。我有喜欢的人了。谁呀？你说你喜欢的是谁？他叫许薇。后来我打听了一圈，都没听说有哪家千金叫这个名字。我甚至认为那是齐正为了拒绝我随便编的名字。到今天，这个名字再度出现，我才缓缓发觉自己这些年错的有多么离谱。我抹掉眼泪，敲敲打打回复了一段信息：帮我组个慈善公益吧，地点就在齐正的医院。周莹办事效率很高，不到1周就全部准备妥当。他以自己的名义给医院投资了9000万，美名其曰是给治不起病的患者捐款。其实这就是一个精心布置的捉奸现场。房车里，周莹正在给我拉礼服的拉链，怨声载道的：我为了你可是掏小金库了，你要是输给小三，连本带利还我1亿。我抬手对他一拳：我要是败给小三，你还忍心问我要1亿？也是，都输给小三了，我再要钱就是雪上加霜了。周莹顿了顿，又问：齐正那边不知道吧？我掏出手机，直截了当地给他看：老婆，我晚上要加班，你早点睡，别等我了。我没说别的，回了个 OK 的表情包，可爱不失调皮。周莹笑出声：那我可真期待，齐正等会儿看到你出现，会是一副什么表情？慈善晚会阵仗不小，医院里的高级董事、院长、所有员工都在场，除此之外，还有周莹认识的媒体人，都是声名显赫的记者，手下的报道几乎都是万人转载。院长此刻正声情并茂地念着谢词，老泪纵横的模样惹得下面众人纷纷抹泪。昏暗的大厅里，185的齐正还是十分显眼的。他穿着黑色西装，身形清瘦，腰背笔直，俊朗的外表总能引起一些女人的注目。他身侧就站着许薇，微卷的长发衬得她一张小脸精致漂亮，粉色的抹胸礼服勾勒出她曼妙的线条，小腹已经微微隆起。听周莹说，那孩子有3个多月了。院长说到最后，终于把话锋引到正题：下面就让咱们这次慈善活动的召集人周女士来讲话。周莹上台前拍了拍我的手，示意我放心。说到底，周莹没上过这么大的场合，讲话都是前言不搭后语，令人啼笑皆非。几句玩笑下来，周莹才真正敛了神色，声音都镇静了下来。说到最后，其实今天的慈善资助背后另有目的。周莹顿了几秒，在场所有人都静了下来。许久，他的声音才终于响起：是捉奸。那一秒，全场哗然，记者一窝蜂冲了上去，话筒挤话筒，声音掺声音，眼下是一片混乱。几个董事满脸茫然地交头接耳，对此都表示不知情。我站在幕后，隔着缝隙，场下状况一览无遗。齐正脸色瞬间惨白，小三的表情也不比他好，乍一看像2只受惊的鸡一样。周莹取出遥控器，随着他拇指按下，身后巨大的显示屏瞬间变换图片，映入眼帘的正是我偷拍的第1张照片。齐正拉开副驾驶的车门，许薇立在他身侧，伸着脖子吻向齐正的脸颊，恩爱之意溢于言表。霎时，底下议论纷纷，
不少医院的人都认出了齐正，将目光投向他。周小姐，请问照片上的是您的丈夫吗？周小姐，您之前对外一直声称未婚，您是什么时候结婚的？周氏集团的2位董事知道您的丈夫出轨了吗？记者几乎是扯着嗓子扑向周莹。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金融巨鳄周启海，当作宝贝养的小女儿爆出如此丑闻，媒体界、商业界恐怕都是伸长脖子看热闹。照片上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。随着我高声喊出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迎向走出来的我身上。有记者最先认出我，举着话筒朝我奔过来。秦小姐，照片上的男人是您的丈夫吗？您什么时候结婚的？我忽略记者，走向周莹身侧，接过他手中的话筒。我是秦京梦，是照片上这个男人合法的妻子。下面的人全是议论纷纷，根本没人相信秦氏集团唯一的女儿已经结婚了。结婚的时候，齐正说不喜欢热闹，我那个时候对他唯命是从，基本上他说什么我全都听，所以我们结婚根本没办婚礼，知道的人也少之又少。齐正不爱热闹，所以从来不会了解我的人脉圈子，而我为了讨好他，也慢慢地变成了家庭主妇。除了公司和家，我的生活没有一丝波澜，好像就是为齐正而活一样，以至于我被蒙蔽到今天。如果不是那次机缘，我都不知道自己会被骗多久。我的丈夫恬不知耻，和医院其他女人交往甚密，甚至搞大了小三的肚子。周莹动作很快，立马切换了显示屏的照片，是那段录屏。漆黑的深夜，许巍和齐正亲密无间地走在一起，而齐正说的那句话，此刻清晰无比地回旋在大厅。我冷冷地盯着人群角落里的齐正，他神色发白，死死地看着我，那个眼神是痛恨，还带着绝望。他凭什么恨我呢？是我该恨他才对。人面兽心，死不足惜。许巍，请问在有妇之夫的身下承欢是一种什么感觉？我已经接近崩溃，完全不顾及自己说出的话和不合时宜，上不上得了台面。远处的许巍已经气得面目狰狞，指着我奋力嘶吼：秦京梦，你不要脸！记者的摄像机立马调换视角，闪光灯将他的一张脸照得几乎没有血色。齐正爱的是我，如果不是你，嫁给齐正的就是我，你才是第三者。许巍并不打算放过这个翻盘的机会，越说越疯狂：是你犯贱，灌醉了齐正，爬上了他的床，不知羞耻的是你才对。而从始至终，齐正只是温柔地将他揽在怀里，为他挡住刺眼的闪光灯。数十个话筒争相挤了过来，如海水一样的问题劈头盖脸地砸下来。秦小姐，你真的插足了别人的感情吗？你有什么想说的？还是默认了他说的话？秦小姐，秦董事知道您是用了如此下作的手段吗？不过3、2句话的功夫，记者瞬间倒戈，唇枪舌战的模样，仿佛要为白莲花讨出一个公道。那一瞬间，我竟有点想哭。周莹见状况不对，立马推了我一把：你再怜悯他一次，身败名裂的就是你自己。我抬手擦泪，接过了周莹手里的 PPT 遥控器。在记者的辱骂声中，一堆证据接踵而至，被一一排列在了显示大屏上。这是许巍买通酒保，在我酒里下药的监控录像，还有转账记录。我快速切换视频，是酒保的录像，他坐在警局，哭的声音都哑了。是许巍指使我的，都是他指使我的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继续说着，声音越来越冷。齐正和许巍串通一气算计我，时至今日，他们2人在我身上捞了近3亿。
我本是不信的，如果不是周莹拿着一堆证据，破口大骂的摔在我脸上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。从一开始被算计的只有我自己。那年齐正家里宣布破产之后，梦想嫁入豪门的许巍立马和他提了分手。齐正挽留了他几乎半年，一直到我出现，许巍丑陋的计划才开始浮出水面。他甘愿做第三者，也要让齐正跟我结婚，用我的钱来喂着这2个寄生虫。我还跟个傻子一样，心甘情愿地被齐正挖心喝血，到现在几乎是千疮百孔。说到最后，我已经精疲力尽，嗓子都在隐隐发颤。许巍已经暴跳如雷，叫嚣着要冲上来杀了我。齐正死死拽着他，目光悲凉地盯着我。周莹，我们走。我几乎话都说不上来，胃里不住地翻涌。周莹牵着我的手带我走，记者看准时机，蜂拥而上，将路围得水泄不通。一群又一群的人围了上来，闪光灯刺得我眼眶阵阵发热，密不透风的话砸得我喘不过气。我只觉得大脑一片眩晕，脚下一软，整个人轻飘飘地往后倒。周莹在喊我，只是她的声音好像很远，朦朦胧胧的，听不真切。我真的好累，好想睡一觉。我成功烧到了40度，昏迷了整整1天。再醒来时，周莹告诉我10条热搜全是我。不过幸运的是，我是被众人怜悯的受害者。父母关心的微信已经刷屏，全是叫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搞垮齐正，他们会当我的后盾。我欲哭无泪，只回复让他们在国外好好出差，别担心我。听说齐正被骂得很惨，为此也丢了工作，现在人就在客厅。你要是不想见，我就让他滚。周莹一脸嫉恶如仇，好像被绿的是他一样。我叹气，只觉得力不从心，却还是硬撑着。周莹，谢谢你这次帮我，只是我与他早晚都要了断的。周莹出去后，没一会儿，齐正就狼狈地站在了我的面前。梦梦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从前最爱他笔直的腰背，比一些形体生都要完美的比例，如今佝偻着肩背，站在我面前跟我说对不起，别这么叫我，特别恶心。他闻言抬起头看我，下一秒泪如雨下。我知道错了，你那么爱我，我却做出那样的事，我真的……齐正，我打断他，我们离婚吧。话音刚落，面前的男人瞬间跪倒在地，扯着嗓子哭。梦梦，我不要离婚，我改，我再也不见许巍了，我以后一切都听你的，你不要和我离婚，我求求你了。我闭着眼，只觉得心脏像是掉进了万丈冰窟，刺骨的冷传遍我的四肢百骸。你为了许巍都能做到这个地步？他的哭声戛然而止。你还想再继续骗我？你们2个人究竟还要喝我多少血？齐正跪坐在地，再也控制不住抽泣了起来。我没有了工作，你把卡也停了，我连温饱都给不了许巍，我没办法了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他哭得实在是可怜，可我的心再也起不了任何波澜了。办理离婚手续的那天，齐正瘦了一大圈，胡子拉碴的，再也没有往日的俊朗。最近还好吗？我讥讽地看着他，看他混到如此，心里别提多痛快。他垂着头，声音沙哑，还好。听说许巍把孩子打了，我问，他没回答，只是轻轻握紧了拳头。许巍一向视钱如命，齐正失去了全部，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他自然会头也不回地离开。拿到离婚证后，我的心才彻底松快了一口气。梦梦，我真的后悔了。走前，齐正拉着我的手，红着眼圈对我说，阳光明媚洒在他的脸上，明明容貌未变，可我就是心动不起来了。我对着他笑，用尽毕生的温柔，
向他开口，其正，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